自从我开始说脱口秀，我就几乎不约会了，因为我觉得准备约会比准备脱口秀难多了。就每次约会我都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和妆容，不能穿得太性感，男人会没有安全感；不能穿得太朴素，男人会觉得你适合当贤妻良母；也不能穿得太职业，男人会觉得你压根不想当贤妻良母。当然了，那是以前的我。我以前是个讨好型人格，现在的我不一样，我是个讨不讨好都型人格。这也没有那么可怕，就是不再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得从我的角度考虑。哎呀，女人呐，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约会之前，精心为自己挑选约会的战衣，筹划着自己要以什么样的形象征服那个男人。说的就是你。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倒没有想要征服他或者想要讨好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第一次跟这个年纪，然后这个价位的男人一起约会，我总得想好以什么样的形象跟他一起约会比较合适吧。有道理。那套，彩色那套。你什么表情？太花里胡哨了。什么？不是，我是说你穿很漂亮，但是放在我身上，我平时都是黑白灰。你想我这大波浪配上这个，很容易让别人觉得我是在卖弄风骚。是，那套中间。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对，那个报表就跟上个季度一样就好了。OK， 我有时间你汇报吧。
没有问题。哎，等一下，对，我发现跟不熟悉的人约会啊，就跟玩真心话大冒险似的，充满了未知的刺激。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由于不同的经历，他们的想法都非常的不一样。比如，他们会把你带到一个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的地方，不是男厕所啊，而是高端商务会所，比男厕所还可怕。不好意思啊，本来第一次约会应该更私密一点，但是今天这个活动我实在推不掉，就只能带你一起来了。没关系，早知道是这样的场合，我就穿得正式一点。你穿的没问题，不用担心。他想给我一个惊喜，结果我只收到了惊吓。所有人都穿着礼服，只有我穿着衬衫短裤就去了，服务员都穿得比我正式啊。哎，云峰，云峰，吴江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是啊，哎呀，约你小半年了，可算逮着你了。要不是你搞这些项目，我现在还在度假呢。哎呦，我的错啊！回头让项目负责人给你赔罪啊。当别人把酒杯递给我，让我倒酒的时候，我感激涕零。无所适从的我，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啊！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小马，你跟云峰是大学同学吧？师哥好，我是马甜甜。你好，师哥，你还记得我吗？您在大学的时候可是对人对事过目不忘的。那我来考一下你啊，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哪儿呢？前年的4月27号，我回学校讲座，你当时针对我投的一个智能项目提了4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还挺有价值的。哎呦，看看你这记性啊，真的是太棒了。甜甜，能得到云峰的肯定啊，不容易啊。哎，我对你提的这个问题感到很好奇啊。哎呦，别再问了，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别再让我出一回洋相了。甜甜现在在摩根士丹利做 IM 啊，以后啊，你们可以互相帮助啊。好呀。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吴秀雅，是我正在追求的人。哦，哎呀，抱歉，刚才啊光顾着跟云峰说笑了，忘了打招呼，招待不周啊。很高兴认识大家。吴小姐，你是跟着师哥做事吗？没有，我在众和集团。哦，我认识你们集团的高总啊。吴小姐，你在哪个部门？内宣部。哦，听说你们集团现在在大力提拔年轻人，对吧？对，我们公司确实提拔了很多年轻员工，不过我只是内宣部一个普通专员。秀雅还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脱口秀演员。啊，哎呀，能得到你的肯定啊，那也不是一般人是吧？来，我敬你一杯。哎，来一起啊，来。哎呦，哎呀，那个甜甜，快！啊，没关系，我先离开一下。哎，一会儿云峰，你要上去讲几句啊？我身上有衣服，换完就来，帮我拿一下。失陪啊！好，等我一会儿。吴总，以后甜甜的事啊，你也放心上啊。甜甜这么年轻，前途无量啊！谢您。来。哎呀，你们说这徐云峰他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看上这么一个女的呀？比他之前那个女主持还有那个女教授，相差太远了吧？再就是啊，这素质还差一点。你说咱们这么高级的宴会，穿成那样就来了呀？哎呦，你也不能怪人家女孩啊，小职员嘛，估计就是没参加过这种活动，没见过世面呗。也是啊。这云峰啊，还是讲究，随时车里边还备一套。
司的材料我看了，整个团队非常优秀。就等你一句话。要不我明天就让甜甜带她的负责人过去。明天是周日，你也让他放个假，周一吧。好好好。哎，先说好。哎，要是不行，立马赶人，我绝无二话。徐总，方便加个微信吗？好的。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可就直接跟你联系啦。没问题。我也加你一个吧，以后看脱口秀方便。好呀，欢迎。谢谢你。哦，我车上只有这一身衣服，我也没办法。不过你下次还是提前告诉我去什么地方，这样我好知道可以穿什么。其实穿什么不重要，当你是一个场合的主人的时候，标准就是你来定的了。说实话，我之前以为他跟我交往就是为了猎奇，昨天我居然感觉他对我还挺认真的，还有点小感动。我觉得你潜意识里还是神化了徐云峰，觉得他还是高出你的。他关心你一下，你心里面就有那种被皇上点中了的感觉，觉得他屈尊降价了。没有吧？你可千万不能有啊！像他这种事业极度成功的男的，其实都是野兽，只要闻到一点血腥味，就扑上来把你撕碎。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能敏锐地感觉到你的胆怯和弱点，只要他感受到了，立刻就会在气势上碾压你，这就是他能在生意场上获胜的原因。你要是在他面前一直显得弱了，肯定会一直被他压着。所以在现在这样的关系里，你不能总当被动的那个，你得主动出击，主动约他，主动定那个约会的地点，把握走向，听到没有？男女交往还要费这么多心思，这也太累了。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哪有不费心思的呀？那跟爸妈，那还得斗心眼呢。太累了。今晚抵达香港，入住东方文华酒店之后，林总会在酒店的安柏餐厅宴请您。晚上出席的还有旺隆集团的 Kevin 总和陈丽的郭总。陈丽和洪润的官司是不是还在打呀？是的。那还是找个理由，让老郭今晚别出现了。今晚吃饭的照片估计会有人发朋友圈，别让洪润的人看到了。明白了，那我约郭总明天下午喝咖啡。小吴怎么不在照片里啊？前2天内宣部的胡经理跟我聊过，说吴秀雅要求主动撤掉她所有的照片，可能是怕和郑浩一起出现尴尬吧。他还说以后有类似的活动，让别的同事参加。还是太年轻了。吴秀雅，自己看看你写的东西，怎么搞的？得体德都不分了？你来内宣部几年了，怎么还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如果我把这种通篇都是错字的文章发上去，对我们自己的部门什么影响？还有，你看看你这篇文章，主题一点都不明确，不知所云，哪有这种写？写的怎么样啊？我快改完了。我觉得胡妈对你最近有点那个，你小心点啊。那我走了。好，拜拜，拜拜。你得主动出击，主动约他，主动定那个约会的地点，把握走向，听到没有？
喂，你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吃饭？我确认一下。可以的。那我们去吃火锅，有一家重庆火锅我特别喜欢，好久没去了。好，我去接你。嗯。不是吧？怎么就关门了呀？我一直想来吃这家，一直都没吃上。很喜欢这家。是啊，据说这家店特别地道。怎么就关门了呢？唉，可惜了，今天没口福了。那我们换一家吃啊。行，随便吃点吧。走吧。我今天来不了了。你怎么了？该不会又加班了吧？没加班，我在重庆呢。啊？你跑重庆去干嘛？徐云峰带我来重庆吃重庆火锅。What？这也有点浪漫过头了吧？是啊，我不知道。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让我在这段关系中争取主动吗？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然后我今天临下班，我就主动给他打电话约他吃火锅。结果我最喜欢的那家店关门了，这不他就带我飞来重庆吃了。该死，又被他抢走了主动权。我这赶紧跟你说一声，我今天演出去不了了，你让他们谁替我一下吧。行，不，那你啥时候回来啊？我不知道啊，我现在也一脸懵呢。唉，我得赶紧回去吃火锅了，我为了这一顿飞机上晚餐都没吃，饿死我。行，不说了，拜拜。不是，你早点回来啊。哎，师爷，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哎呀，秀雅她来不了了，你替她讲吧。他为什么来不了了？她跟徐云峰去重庆了。他们怎么去重庆了？就因为秀雅说她想吃重庆火锅，徐云峰立刻就带她去了。这还好啊，是想吃重庆火锅。这要吃日本料理，这不得出国呀？这要是想吃法国大餐，今天也吃不着。哎，虽然有点夸张哈，但真的挺羡慕的。说的我也想去重庆了，啊，好想吃水煮鱼啊！太夸张，这有钱人太不会生活了，这太铺张浪费了。你呀，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不是就想吃个水煮鱼吗？哼，改天我带你去个地儿，保证比重庆还正宗，让你知道什么叫生活。哟，真的假的？当然真的。 5、6、7、8，好，像这个样子啊就好了哈。谢谢。你可以先出去了。啊，要得。有啥子需求的话，随时喊我哈。谢谢。哇，真好吃。我也是真的没有想到啊，小说里写的情节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一言不合就坐飞机来重庆吃火锅。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哈。其实呢，我是张你的光。我在重庆有一个业务，之前一直没有时间来谈，这回正好就一起办。什么业务啊？我打算收购一家我看中了很久的工厂。我们出发前我已经约了厂长了，一会儿他会来找我。太好了，这样我的负疚感还能轻一点。请进。不好意思哈，先生，你今天预定的招牌鸭血没得了，这个是我们送给你的和牛。好，谢谢。不好，我预定的是招牌鸭血。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哈。主要是我们的鸭血都是当天送过来的，但是今天那个运输车出了车祸，所以才断了供，真的是对不起哈。这是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既然你们接受了我的预定，就应该要完成它呀。但是我们真的没得办法。没关系，牛肉也挺好的，谢谢。开餐馆就是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
既然我们之间有约定，你就应该完成自己的约定。而且我还没有看到你去想办法，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呢？那要得你等一下嘛，我去跟我们经理说一下。车祸也算是不可抗力，怎么也是可以将就一下。我们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到了这儿，那这个招牌鸭血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标的之一。明明可以得到更好的，为什么要去将就那些差不多的呢？那如果一直追求更好的，这不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事情吗？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99%的人都觉得差不多就已经很好了，所以那仅存的1%的追求极致的人，才能远远的把他们都甩在后面。你说的是对，可是那个服务员他也就是一个打工的，也挺不容易的。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工作，是工作就都会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借口来原谅别人或者原谅自己的话，我们整个社会的分工体系就要陷入崩溃了。你好，先生，我跟我们经理说到了这个情况，我们店呢也的确是摩的鸭血了，但是我们查了一下，我们旗下分店今天是有货的，距离这来有10几公里，就是现在已经找人去调了。您稍等个20分钟，一定给您送过来的。谢谢，你做得非常好。您满意就好。您还有啥子要求的话，你就说哈。谢谢。我算是理解你说的话了。我之前也是，如果被提了更高的要求，心里可能一开始会不满意，但是一旦完成了那个要求，就会特别有成就感。所以，一份好工作最好的奖励机制，往往不是钱，而是成就感。除非钱给的特别多。怎么样？你觉得我是不是也有那么点说脱口秀的天分啊？有啊。你别敷衍我好吗？没有。不过我还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脱口秀是一个体现智商的游戏，也是一种能把世界观传递给观众的很好的途径。我说脱口秀没想那么多，跟随自己的内心就好。所以我说你是天才啊。哇，这是鸭血，那我之前吃的东西是什么呀？那你就多吃一点。来，谢谢。徐总，人到了。知道了。我约的人来了，我进去跟他谈一谈。你好，1号包厢买下单。您好，您这边核一下菜谱。没问题。徐总，您不能这样，您要这样的话，这厂子就不能卖了。我答应过所有的职工，无论是卖给谁，都会保留住他们的工作。黄厂长，这个厂子不管是卖给我还是卖给其他任何人，厂子和职工的未来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你是在破坏规矩，知道吗？徐总啊，其实我们厂子是能盈利的，只不过是最近2年出现了几次意外，才出现了亏损。只要好好整顿，正常经营，厂子一定能挣钱的。我不在乎这个厂子能不能挣钱，我只是要厂子的专利而已。我们厂子几百号人，都是拖家带口的，要是一下子没有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徐总，您就不能同情同情？黄厂长是这样啊，第一，我们做的是生意，不是慈善；第二，我已经答应了，我会按照劳动基本法给足他们赔偿，我也会做到的。还要怎么样呢？您要是不能答应留下所有的员工，这厂子就不卖了。好呀，那就废除之前的协议，寻找新的目标吧。哎，徐总，等等，徐总，等等，我卖。老黄，吃好了？没事吧？
我刚刚看你跟那个人谈得挺激烈。没事啊，一个很正常的谈判。可能这些话我不应该说啊，但我刚刚不小心听到了，还是想问问你，把全厂的工人都解雇了，会不会太残忍了？其实我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止损。那家工厂呢，已经连续亏损5年，并且拖欠工人工资1年了，也没有任何扭亏为盈的可能性。就资本而言，更没有继续投资的必要。那止损就是它唯一的出路。其实对那些工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与其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环境里温水煮青蛙的耗下去，不如尽早离开，尽早放弃幻想，放弃心理依赖，去寻找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和出路，也是一种止损。不把你吵醒了，我没睡，我等你呢。走，凉凉。说吧，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就一起吃了一顿饭吗？我一开始觉得好夸张啊，现在想想还挺羡慕的。这种经历哪儿找啊？是啊，今天确实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为了一顿饭就跑去另外一个城市吃，第一次听他讲生意，很浪漫吧？那倒也没有，就感觉像是上了一晚上商学院的现场课。什么意思啊？就是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职场上乃至人生的大道理，然后我回来的路上还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做那些决定，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这件事儿。那你们就没有发生什么其他浪漫的事情吗？比如说做一些亲密的事情？我就一直在讲，我讲脱口秀的创作的过程，然后我想他应该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吧。哎呀，实属浪费了呀，这个。我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跟他合适的相处方式。没事儿，开心就好。但有的时候呢，冲突也不全是坏事。就像我现在的恋爱，表面上天差地别，但其实非常互补。比如他没有幽默感，但是我会讲脱口秀啊。比如他经营 N 家上市公司，但是我会讲脱口秀。比如他身家几个亿，但是我依然会讲脱口秀。我们不仅门当户对，而且还彼此包容。他从来没有介意过我在他身上寻找脱口秀的素材，我也从来没有嫌弃过他身家过亿。所以呢，平等的爱情才是最好的爱情。谢谢大家，我是秀雅。秀雅。马小姐、贾总，你们怎么来了？我可是专门来看你脱口秀的。你讲的太好笑了，在这个小酒吧呀，太屈才了。那是，徐总眼光多好啊！我们秀雅将来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来坐。你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一般就在这个酒吧。啊，那也太屈才了。贾总，你们会所不是经常都有艺术演出吗？这么好的表演，就应该到更高档的地方啊，对吧？你们好，那个我是秀雅的经纪人，叫我小兰就行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刚才听你们说可以到更高档的地方表演。那倒是可以。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贾总的斯坛公馆啊。斯坛公馆，就那个
茱莉亚、四重奏、马友友都在那里表演过的斯坦公馆。对啊，贾总，我方便加您个微信吗？啊，是这样，整个棒喝脱口秀都是我在代理，我们可以到斯坦公馆表演的。哦，啊，好啊，我扫您。哦，哇，那边很多喝的，免费的吗？应该不是。总之你们要记住了，我们这里的宗旨，高级，高级，还是高级。贾总你好。嘿，我小兰，我是吴秀雅的经理人。哦，嗯，想起来了，有事儿啊？那天您不是在棒后说了吗？您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端的音乐厅，可以让我们在那里表演脱口秀。我来跟您确认一下时间。还有，您看您想谁来演？好家伙，这个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好提前安排我们演员的时间。这个呀，我得回去查一下。最近啊演出特别多，还真没有空的时间呢。哦，这样啊，那您得提前确定一下了。主要是秀雅的时间吧比较难定，对，我们得紧着她的时间定下来，因为这得迁就徐云峰的时间。他这个人吧心血来潮，那突然带着秀雅去趟美国，就突然结个婚什么的，这。哦，对，那到时候现改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对，就是结婚是大事。是到时候我们所有演员都没档期了，我们都得参加婚礼。对，到时候排起来特别麻烦。伴郎伴娘，哎，很长。你也得去吧？嗯。唉，人家秀雅去了重庆吃火锅，你就带我来这儿。这儿比重庆正宗多了。走，庆祝咱们旗开得胜。不对呀，这鱼怎么拼不上啊？老板不会偷摸换了条？吃饱了？买单。不用，我请。哪有让女孩买单的？这狗屁逻辑啊！谁说男生就一定要请客啊？那当然了，这是绅士风度，对吧？那再说了，男孩女孩单独吃饭，那网上都说了，不买单的那都是没素质和没责任心的人。那照你这么个逻辑，我还比你大3个月呢。我要是让你买单了，那网上不该说我占小孩便宜啊？那能一样吗？那怎么不一样？哎呀，我就是请你吃个饭，至于上纲上线的吗？是不至于。所以这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嘿嘿，老板买单。赵小兰，你套路我，165。6。下顿我请。没有下次了，跟你吃饭太聒噪。我还聒噪？我是脱口秀演员，脱口秀演员都这样。那石爷也讲脱口秀啊，他就话少，没你吵。他那是对你话少。我用你说呀，我。啊。哦，谢谢。谢谢您。不客气。我觉得你看这一局是不是可以删了？然后我觉得这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了。我觉得这。嗨，朋友们，哦耶！哇，这怎么了？这个挺高兴啊。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终于要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我们得到了在斯坦公馆剧场表演的机会。
给点反应啊！不是你先说说哪儿啊？就是那个茱莉亚弦乐四重奏，马友友、多明戈都曾经在那里演出过的斯坦公馆剧场。哇哦！我们脱口秀也要第一次从酒吧走向高雅艺术的殿堂啊！下周5晚上，秀雅和石野会在上海室内交响乐团4季演奏会之前进行电场表演，每人10分钟。嘿，这挺好，你怎么得到这机会的？那个，不是来了2个秀雅的朋友嘛？是徐云峰的朋友。哎呀，都一样。其中一个就是斯坦公馆的老板，他当时就说可以让秀雅去他们那边演出。他就是那么随口一说。他一大老板，他怎么能随口一说呢？他既然说了，我当然要去找他。你没看见小兰刚才有多猛，直接堵人家门口，不同意不让走。但是人家一听见徐云峰的名字，态度立马变了。可是我不想这么利用徐云峰的名气和地位。不管你想不想，你都会不由自主地利用到他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你以后不得不接受的事情了。我觉得这事儿特别的好，一会儿啊，咱们庆祝一下，开瓶香槟。我不参加这个表演。啊？为什么？我对这个表演没兴趣。我觉得有机会去那儿演出，也许是件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脱口秀。我不这么认为。至少是一个机会。人家是去听高雅音乐的，然后听你说了个脱口秀，肯定会觉得很困惑。也许吧。不过本来大部分人就不了解脱口秀，不管他们原本是打算干什么，第一次听到脱口秀，多少都会有些困惑。那些到酒吧喝酒的人也一样。我觉得那场子就不适合说脱口秀，太大了，影响交流。那国外那些办脱口秀专场的，不也是在几千人的剧场里录的？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嚯，这可比酒吧大多了，这么多人啊！哎呀，你俩没问题的啊，肯定能把这个场子给镇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斯坦公馆，演出即将开始，请您将手机调整为静音或关机状态。演出期间，一会儿你们先上场啊，一定要把握好时间，每个人只有10分钟，2个人就是20分钟。7点50正式开始演出。OK， 好，哥们们准备啊！欢迎大家来到斯坦公馆剧场，这里是上海市的交响乐团的4季演奏会。在大家欣赏优美的交响乐之前，我们今天请来了棒鹤脱口秀俱乐部的2位演员，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脱口秀表演。脱口秀在国内是一场新兴的艺术，也是一个极具特色的节目。下面请欣赏吴秀雅的表演。大家好，我叫吴秀雅。我呢，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我非常喜欢上班挣钱，但我又非常不喜欢上班工作。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啊，20多岁，在公司里算是最年轻的一批员工，所谓的公司第3代员工，孙子。然后我们又非常的不开心，所以我们就是公司的不孝子孙。这么多年，我在公司里帮我领导写过职称论文，帮他爱人写过他的述职报告，还帮他的孩子辅导过他的演讲。这么多年，他们这个家庭的进步，我功不可没。但时间一长，我就发现我们的关系开始变质了。我的领导越来越需要我，越来越依赖我，甚至我们之间都开始出现了那种连他家人都不能知道的小秘密。最近我都开始接触他儿子了，但是我要以什么样的身份接触他儿子呢？是儿子的儿子吗？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解决。有一天，我的领导又来找我帮忙，我就跟我的领导说：“领导，我觉得我们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了，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呀，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领导特别紧张，他跟我说：“你小声点，你这样说别人很容易误会的。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啊。”我说：“是啊，领导，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啊。您偶尔有一些什么需求，我都帮您解决了。但是如果您长时间有这一类的需求，那我就得收费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金融峰会，董事长让我去，没让我领导去，我才发现啊，真的有人喜欢这种活动啊。我称这种活动为职场飞盘，老板一丢出去，哈巴狗们抢着叼啊，心里还想着，只要我表现好，主人就会重视我。后来我领导是怎么报复我的呢？就是把我从大合营里给批掉了。我遭到的职场霸凌，居然是被领导用 Photoshop 攻击，背后给了我一裁剪。就是那个合营有多大呢？就是如果他不把我批掉，我压根儿找不到自己在哪儿。他因为什么把我批掉呢？就是因为我和我前男友都在里边。这张合影如果发出去了，所有的同事们就会注意力关注在我和我前男友分手的八卦上，而忽略了董事长。我恍然大悟了，什么叫企业大家庭？大家就是一家人。原来这工作的重心本来就在这儿，还是我太不懂事儿了。谢谢大家，我就是公司的不孝子孙吴秀雅。